迪呀还是走了，因为他老头布莱恩要做个手术。但是温迪这次来呢，他压根就不想走，就想留着给我带孩子，我还给他发工资了。我说这是你温迪作为艺人的应得片酬。温迪还问我，你说我这个艺人，我到底做了什么，让大家觉得我就如此特别？我说你这个艺人，你什么都不要做，你就做你自己，做你自己。所以人温迪在这又当奶奶又当艺人，非常爽。布莱恩说，那我要做手术了，你不觉得你应该回来照顾我吗？温迪也舍不得走，布莱恩就逼着温迪让他背诵婚礼誓词。温迪搁那儿，不管贫穷富有，不管健康疾病，我都对你不离不弃。布莱恩说，那你赶紧回来呀！温迪说，我现在在境外，我不属于基督教管辖区。布莱恩说，你在哪儿关于婚姻的理解也大差不差吧？那你告诉我，在婚姻中一方有难，另一方到底应该怎么做？中国人怎么说？温迪问我爸，我爸说，夫妻本是同林鸟，大难临头各自飞。温迪问大胖媳妇咋翻译，大胖媳妇说 Marriage is two birds, one die, one fly。但是温迪最后还是遵守了关于婚姻的诺言，回去了。温迪走之后，我们家每一个人都有不一样的反应。翟敖达就是难过伤心，张拿铁呢也装伤心。翟敖达的伤心久久不能平复，张拿铁的伤心全是人情世故。对张拿铁来说，他最解脱的事儿是他终于可以不拥抱了。温迪在的时候，见面就拥抱，分开还拥抱，下楼买个西红柿，手上起个刀枪刺都得抱，给我爸抱的。我爸跟张拿铁说，你说你奶是不是开出版社的？那都不是日报，是晨报加晚报。他去趟北京三里屯逛一天，我以为今天不报了，结果晚上6点横穿北京城，回到家给我一个都市晚报。都市晚报不是不报，时辰未到这么个人。那温迪在的时候，张拿铁也得配合他，一报还一报的。现在温迪走了，那张拿铁可扯不了这个。咱俩马上走了，拜拜，拜拜。哎呀，拜拜走的，哎，我爸的反应呢，就是和大胖媳妇一起策划了一个拳头宴。因为温迪在的时候不让吃动物脑袋，不让看动物眼睛，还不能吃他认为可爱的小动物。现在温迪走了，我爸和 Jamie 整这个大宴，叫出头之日。两口，就是这头，来，咱们大快朵颐啊！满意，吃鱼头，吃鱼头。温迪要是在，他肯定只吃干巴面包。温迪的干巴面包不止费拿铁，还费番茄酱呢，吃啥都得蘸点。幸亏我家常备魏好美番茄沙司，一瓶含10个番茄，浓郁番茄味，酸甜可口，全家都爱吃，零添加，配方干净，是我家佐餐首选。挤一挤不怕孩子们剩饭，真省心。大胖媳妇在他妈离开之后，抱着100多个裤衩子发呆。我说咋的了？他说我当年离开加拿大的时候，我妈给我买了20个裤衩子给我送行。后来每次我妈来中国，每次给我带的礼物没有别的，都是20个裤衩子，20个裤衩子。他不说他自己抠，他说他心疼他儿子胖，穿衣服磨裆费裆。大胖媳妇一边看着手机里他妈妈的影像资料，一边看着面前这一批7、8年前的老裤衩子，说这让我想起了一首中文歌，当你老了。你老了。这中外老人吧，带孩子方式太不一样了。咱中国老人最爱说的一个遭罪，一个上火，已经把温迪整疯了。最近我们不老出去玩吗？我爸不太乐意，跟我说，你别老折腾孩子，多遭罪。要不就温迪他爱玩，让他自己出去玩去，你就陪孩子搁家。温迪问我什么叫折腾？我说我爸的意思呢，就是你带着他去坐飞机、坐火车，就是折腾他。温迪说，那什么叫遭罪？我说我爸认为呢，旅游也叫遭罪。温迪说，那我这次来中国遭罪也没剩几天了，你就让我折腾一下孩子呗。我下次来遭罪还不知道什么时候呢。但是哥哥，你也可以来加拿大遭罪，遭大罪。到时候我们全家调休都来折腾你，都来折腾你。他不理解咱老人心中的折腾和遭罪，更不理解的是上火。在成都熊猫园人山人海，我爸就抱拿铁说不过去，说人多孩子上火。温迪买的饼干给拿铁，我爸说别多吃，吃多还上火。温迪老给孩子喝橙汁，我爸说别多喝，喝多还上火。温迪实在理解不了了，问我爸火在哪呢呀？火呀，哪有火呀？我爸说火在它里边啊，这里边有火。温迪说那孩子里边怎么能有火呢？拿铁体内有酒精啊，酱香拿铁怎么这么易燃呢？它易燃呢？它。我爸跟他说你对火的了解太肤浅。你看拿铁自从出门就没拉，这就是上火。我看他这样，我上老火了。温迪更懵了，你出门也没拉呀？那怎么什么事儿都是上火呢？什么事儿都是上火呢？不光是文化差异上，啥事儿他也不惯着孩子，那是真不惯。我们在溶洞参观那天出来以后下山是可以坐一个绳索秋千下去，我就给每个人都买了一张票，35块钱一个人。但是翟大一看呢就吓哭了，说绳索他不敢坐，他空高要走下去。这要是我爸我妈哈，肯定心疼的不得了。不错，绳索什么玩意儿，打他。温迪刚开始也安慰翟大一番，后来发现无效，翟大泪眼汪汪的看着奶奶说，那么奶奶你能陪我走下去吗？他奶说，哦亲爱的我爱你，那请不要做梦，你不想玩我也想玩呢，你不要道德绑架我。这么着吧，你呢走下去，奶奶滑下去，到时候咱们呢在山脚下汇合，你一见到奶奶呢，你把你票给我，奶奶呀再走上去，把你的票
票给花了，把你的票给花了。奶奶和孙子孙女吃冰激凌，永远石头剪刀布，谁赢了谁先选口味。翟耀达要是选完了，一尝发现不喜欢，想跟他奶换，那绝对不好使。刷牙也是，我爸那是连哄带骗，甚至亲自上手代刷，但温蒂全凭自觉。幸亏我给翟耀达买了新一代欧乐 B 圆头防蛀刷的艾莎公主版，小圆头360度包裹清洁，贼精准。全新升级的内圈 S 型刷丝，洁牙加护牙，智能 APP 让刷牙自觉起来。给温蒂一个大人版的磁波旋动技术，搭配独特圆头，不找力度都能刷干净。但是他平时不惯着孩子吧也就罢了，最近他不是惹大祸了吗？把他孙子最重要的户口本扔丢了，人家张拿铁不搭理他了。昨天我的小姑子为了安抚他生病的嫂子，从宠物店借回来一只小柯基，拿铁就贼喜欢，翟耀达就跟他奶说，我觉得你应该补偿一下我的弟弟，把这条狗送给他。温蒂说，不是，这老板要价太贵，而且非常不合理，说这个狗是纯正的外国血统，所以贵。但是我怀疑它就是个串儿，关键现在也没有任何的身份证明可以证明它到底是哪里的狗。翟耀达说，你说的这不就是我的弟弟张拿铁吗？张拿铁吗？翟耀达说，以后这狗就叫户口。这还是北京的户口呢。我要田野的，田野的。我婆婆回加拿大临走的头一天晚上，高低要搓澡，不搓不行。我发现这外国人被汉化，往往都是一个不经意间就完成了。温蒂他们要走了，这是温蒂第3次来中国，第3次走。临走之前呢，提出了几个未完成的心愿，希望我能替他完成。都有啥呢？第一个就是搓澡。温蒂第1次来的时候，听到搓澡这个概念，吓得直哆嗦，他拒绝的很彻底。谢谢你们的好意，但是我不脏。温蒂第2次来开始动摇，为了壮胆干了1瓶啤酒，最后决定穿着泳装进去搓了个澡。给温蒂搓澡的那位搓澡大姐穿了一双红色雨靴和一套红色内衣，给温蒂搓服了。她是温蒂心中古中国掌管洁净的女神，温蒂记住了她。然后这次温蒂来第1天就跟我说，我觉得我在加拿大这半年活得特别脏，这半年里每周我都试着搓一次自己，还让布莱恩进来给我搓，但是一切都不对。我需要那个穿着红雨靴的掌管洁净的女神。但搓澡这个事儿呢，我就一直懒得给它实现，我给忘了。铁岭的最后一天，温蒂看我不在，自己带着他们一家人还有一个同事去找到了红雨靴，高低搓了一个澡，然后在2楼休息区把门票钱吃回来3倍，最后才满足离开，说自己争取半年内再回来还愿。姐姐，你让那个叔叔给豆牛奶了吗？奶奶说太贵了，我们没有加牛奶。那撒完了呢？你下次找我，我给加奶。OK。他们在里边搓奶浴，我在家也得修护一下我自己。这几天被他们摧残的，我人都憔悴了。还好我有欧诗漫真白银美白套装，里面有从珍珠中提取的美白精华，能改善皮肤变黑，高效美白，不容易反黑，还有很多舒缓成分，上脸不刺激，贼舒服。温蒂临走还有个心愿，就是求我带他多吃几顿中国方便面，一定要加火腿肠。他说方便面这个东西，全世界中国无敌，就中国最好吃，甚至同样品牌的方便面在加拿大买回来都不是一个味儿。温蒂第1次来中国啥也不吃，每天就找薯片、冰激凌和快餐充饥。第2次来开始爱上中国美食，但其实还是老外喜欢的那些，什么扬州炒饭、牛肉炒面、饺子啥的。但这次来就痴迷于方便面配2块钱一根的火腿肠，还必须是2块钱的那种肠，贵的不行。哎，他们娘仨都是到哪儿就要方便面加火腿肠，痴迷到啥程度呢？最后我们回北京是从铁岭开车回的北京，那高速上每一个服务站人都太多了。我说那这咋整？要是饿就只能在超市买吃的了。给温蒂乐坏了，他把方便面记成了方便面。他说这下我们终于可以名正言顺的随地方便面了，随地方便面了。回到北京，温蒂一想到自己马上就走了，最后一个愿望就是临走一定要让他接一次张拿铁从幼儿园放学。然后温蒂就在幼儿园门口和别的孩子的姥姥奶奶一起等孩子们放学。然后晚上咱也不知道张拿铁咋想的，突然间就来我屋跟我唠嗑来了。妈妈，为什么我的奶奶和别的奶奶长得不一样？因为你的奶奶是老外呀，那她肯定不一样啊。家怎么这么多外国人呀？这么多外国人呀？